可能前段时间你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我们的歌后二姐江蕙，她在前一段时间她 PO 了一篇文，这篇是她在她生日当天写的。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哈，她可能在2015年的时候有对外宣布她要封麦了。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说，可能江蕙二姐想要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但是很多人都到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时候的她已经罹癌了。但是她其实自己本身不是这样说的哦，她说她得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疾病。那这个严重的疾病，她后面写了一些话，比如说包括她在化疗，或者是她开刀，甚至有肺栓塞、大出血等等的风险。因此，其实很多的医疗人员，我们就在讨论说，她是不是罹患了癌症，还有是罹患了什么癌症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那首先，我想先问一下柳医师哦，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江蕙说她在最早期，她觉得身体不舒服，她是自己自行用药，是到后面觉得真的太怪了，她才去医院去做化验检查嘛。那癌症的早期可能会出现什么症状？一般来讲，在癌症的早期，其实非常初期是没有症状的。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说，希望民众要记得要去定期健检的主要的原因。那大部分已经出现症状，不外乎都几项。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有异常的疲倦，体重忽然的下降，或者是你可能会有局部的地方会疼痛，那甚至有一些地方会异常的出血，或者说假如像有一些它是在肠胃道，可能会影响到它食欲或者消化上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在肺部，甚至有人会有胸痛或胸闷，或者甚至咳嗽、久郁。那无法治疗的过程，那这种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常常会在这个时候才会去认为说，这个病人可能要去排除癌症的可能性。是，所以如果说他以药物的部分去做相关的治疗，可能也不外乎往这几个方向去做，暂时的去做症状上的控制。对。那其实我们常常会说，就是刚刚其实柳医师有提到了一些症状，包括说疲倦啦、疲累啦，这种症状其实有时候跟感冒很像。但是如果假设说你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真的太久了，可能2周以上，甚至到1个月，其实要特别小心。那其实引发医界的一些讨论，其实有一个医生叫做苏一峰医师，他其实就有特别说，因为其实江蕙他是没有说自己罹患了什么癌哦，但是他有提到说，比如说他有肺栓塞，他有血栓等等问题。苏医师就这么说，他说其实癌症里头会发生血栓跟肺栓塞，其实腺癌的比例比较高。柳医师你怎么看呢？对，没有错，因为在过去我们在说，如果癌症跟所谓的肺栓塞的一个相关性来讲，主要分3个面向都有可能相关。第一个就是本身癌症的这个特性那癌症的特性基本上来讲，就是包括就是提到的腺癌。那腺癌其实在我们人体只要有腺体器官的癌症都有可能会出现，只是说对我们来讲，我们依照癌症的盛行率而言，最常发生的就是像肺癌、大肠癌或肠胃道，包括胰脏癌、胃癌或者是这个卵巢癌的部分，那甚至乳癌的部分，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很常在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的10大死因的癌症里面最常遇到的问题。那而且又是属于腺癌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看病人本身的健康条件，所谓的健康条件包括说他可能年纪很大或者肥胖的问题，或者有本身很多共病的慢性病，包括一些慢性肾脏病或者是本身有一些这个凝血功能异常的疾病。那这种基本上就有可能会在癌症的过程当中而出现所谓的肺栓塞。那另外一个就是第4种，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因为刚刚我们二姐没有提到说她肺栓塞的原因跟她的时间点，对她没有提到，对，所以我们只能依照她所谓陈述的时序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有可能或许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碰到的有某一些药物，像有一些荷尔蒙的治疗，或者是有些化学治疗，甚至在化学治疗里面的其中像抗血管新生的药物，基本上也是会比较容易导致我们所谓的这个肺栓塞的问题。所以其实不一定是疾病本身，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它也可能会因此产生所谓的肺栓塞。对，没有错。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常常在开刀的时候，有一些他可能一个重大的手术完，他必须要卧床的时间很久，那这时候这时候容易造成我们的血流就没办法那么的好。那我们在容易造成栓塞的过程当中，也要符合3个条件，一个就是他可能血流的速度是慢的，第2个是呈现一个高凝血的状况，第3个就是说他只要血管的内皮组织受伤，基本上也是容易会造成一些栓塞的机会。那他为什么？因为栓塞我们知道它是血栓塞住嘛，那为什么它里头又提到说他其实曾经经历过大出血的状况？对，这个大出血基本上当然有几个原因假如说我们回到疾病本身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在疾病的发生过程，其实它会造成一个慢性的发炎。那在像治疗的过程，有可能会导致我们会释放了一些细胞的激素，那这些细胞激素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免疫的功能，或者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凝血的系统基本上耗损掉。那这时候就会呈现一个叫弥漫性的血管内的一个凝血功能障碍。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有可能会出现大出血的可能性。那当然就是还有包括就是可能疾病的本身的进展，这个也是会有一个可能性的存在。所以对我们来讲，
就是说，它在这个本身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然后还有包括说它可能疾病本身的特性，就会出现它在临床上，有时候它甚至为了治疗这个肺栓塞所使用的抗凝血剂，就会导致这样子一下子是呈现栓塞状况，一下子是呈现出血状况。是，那可是其实因为江蕙她是一个大家很知名的歌后嘛，哈，那当时她说她的喉咙沙哑，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很心疼，想说哇，歌后声音可能会改变了。那我们知道有时候在做手术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全身麻醉，我们可能会插管，插管的过程可能会造成暂时性的沙哑，但是刘医师你说有一些治疗的过程也可能会产生这个沙哑的问题。对，一般大部分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如果在治疗过程，它可能牵扯到我们整个发声系统，不管是我们牵扯到我们的发音的肌肉，或者牵扯到我们的声带，造成声带水肿，或者是甚至影响到我们在所谓的这个喉返神经，影响我们这个声带关闭的这条神经上，那基本上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音质的受损。那只是说，如果在喉返神经，因为它比较在上段，比较常见，像有一些甲状腺的一些癌症啊，或者是手术，可能是手术，也可能是放疗，或者是其他的治疗，对，都有可能。那如果是声带水肿的话，包括说可能它当下因为某一些的治疗而造成一些身体上呈现一个大发炎的过程，像我们常常有时候感冒嘛，有一些人他只是一个病毒感染，就发现他忽然他也是会肿起来，就被锁起来了。对，那这时候我们的治疗就是使用类固醇让它整个消肿嘛。所以这种过程当中，当然有些是暂时性的，可是如果依照他受伤的严重度而言，他可能要恢复的时间或许就要更久。那刚才刘医师有提到因为腺癌它是一种腺细胞的癌症嘛，全身都可能会有哪些器官比较容易会出现腺癌？我们在讲说比较容易出现腺癌的地方，包括我们依照常好发的位置来说，这样包括说像肺癌啦，或者乳癌啦，或者是我们肠胃道像一些胃癌啦、大肠癌啦，那甚至在性别上特殊的器官，就包括说像乳癌、卵巢癌，还有这个攝護腺癌，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常在男女的这个10大好发癌症的比例上，几乎都是占前10名的。而且据说腺癌它有些时候是比较容易转移出去的。对，因为大部分腺体细胞，第一个就是说腺体细胞本身就是一个分泌液体或者是我们黏液的一个细胞，所以它周边基本上它的血管血流也是特别的丰沛啦。对，所以而且它是一个分化很快的一个细胞。如果像鳞状细胞癌，基本上它是一个相对分化稳定的细胞，所以它比较不像腺癌，它可能分化速度会就会变得比较快。对，而且你看它周遭我们这些黏液细胞，我们肠胃道一受伤，它就需要去做修复，所以它本身的这个分化速度是快的。那分化速度快，加上血流旺盛，它如果它一转变成恶性细胞之后，它当然相对跑出去或造成这个局部的这个侵袭性也会相对的比较严重一点点。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被医生诊断的后面2个字叫做腺癌，其实你还是要非常的小心哦。但是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江蕙二姐她其实在她的这封信里头有一段话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其实觉得这段她写得很好。她说呢，自从她治疗到最后的时候呢，她把她的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在进行，甚至她的文笔的最末，她说给我这个大家好，我是健康的江蕙我想问一下刘医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什么样的话可以告诉一些正在抗癌的一些朋友们？当然我们很恭喜这个二姐恢复健康了那当然只要是癌症的患者，其实我们都会告诉他几个口诀。第一个，当然一定要保持所谓的身心愉快，再来就是所谓的生活作息正常，那避开一些可能会导致癌症复发的因素，包括所谓的戒烟、戒酒、戒槟榔，那甚至甚至有可能像二手烟或空污的环境，能尽量避免就避免。那一般适度的运动跟饮食的均衡，这个都很重要。那再来就最重要就是定期的回诊跟遵从医嘱，不要乱吃偏方。我想这是我们在针对癌症的病友当中最建议的这个部分。其实你知道，在一个重大疾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人会经历几个心路历程。第一个历程会是抗拒，会觉得这个不是我，这个报告一定给错了。到第2个阶段，我们会进入到沮丧期，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一次是我得到？最后才会到接受期，开始进行治疗。但是你就想象，假设这一段心路历程的时间来得比较长，相对的你就可能会有机会延误到治疗。那我们当然很恭喜二姐她可以康复，我们也希望任何在抗癌路上的人，你也都可以平安健康。大家好，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喜欢我们的影片呢，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另外很重要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可以按下去表达对我们的支持。